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最隐蔽的拖延，就是行动目的前的过度思考。我们会分为几个部分，我先分享自己的个人故事，然后把它抽象成一个机制，最后分析原因，提出解法。好，我们开始。下面是我的故事。我经常和 AI 讨论这个频道的选题问题，让它进行反驳，补充我自己思考逻辑上的漏洞。其实这本来是好事，但是我发现我最后竟然陷入难以识别的过度思考，仍然犯了老的毛病，用思考代替了行动。简单回顾一下这个故事。那一天我带了一个新的观点丢给 AI， 为什么我们容易觉得某些博主，成长类的那一些，还有包装的神经科学博主，为什么我们看他们视频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，进而生出崇拜感？我说那是因为我们拥有信息差，他们懂心理学，懂脑科学机制，会引用各种新人哲学的理论，看他们的视频我们就觉得很有收获，仿佛自己的情绪被看见、被接纳。尤其是对于正在处于迷茫期或者是社会经验不足的人来说，看他们视频似乎能恍然明白自己前进的方向。那 AI 就开始补充，开始反驳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硬核的大学课程教学视频和那些张口闭口、神经可塑性、奥德赛时期的博主都拥有信息差，为什么观看后的情绪会差那么多呢？于是我补充道，也许是因为他们很善于包装自己，很善于利用自己观众的一些焦虑情绪。我提出了补充，那么设定好的 AI 当然不会简单的附和我，结果就是我一路被 AI 反驳，发散思维滑坡到怀疑自己根本不适合拍视频的地步。过程我就不赘述了。机制写在这边，我们进行选题补充，修正观点。但其实这样的初衷是因为我想要完美无瑕的思考，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。我想要完美无瑕、无漏洞的观点和视频，所以一路滑坡就来到了怀疑自我，进行最后就是事实性的拖延。也许我们都有这样的相似的经历。如果你想要学习一门语言，或者是想要学习一门课程，学习一个主题，学习之前我们总是想要最优解，想要最好的完美的学习路线，想要完美的学习资料，想要最趁手的工具辅助，结果就是我们准备了半天还一点都没有学。所以原因在哪里呢？我总结出了2条原因。第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从未察觉到自己进入了事实性的拖延，我们用准备代替了行动，我们用完美代替了完成，这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。如果每次都有意识的在自己拖延的时候进行觉察，也许这个问题就会慢慢的改善。第二个原因，我把它和手机拖延进行对比。为什么刷手机的时候，有些人能很快的发现自己就是在拖延？因为手机天然就是用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，没错吧？它天然的带有情绪挑拨、焦虑引起，或者是让你激发你的好奇心，让你觉得哇，怎么这么有趣的内容？这是它的注意力机制所天然呈现的。所以说有一些人就会发现，手机带来的情绪带动是非常强的，它更容易被我们觉察到我正在进行拖延。但是工作准备、学习准备这样的事情，其实情绪带动是非常弱的。我们以为自己在进行真正的行动，其实只是大脑合理化的包装好了这一过程。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思考是需要一个边界，需要一个兜底机制的。如果无限的准备、无限的发散，
最后就只是浪费时间。所以解法是什么呢？在我们在没有任何进行真实开工的准备之前，都应该评估我们的准备需要多少的时间。如果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，我们就应该进行反思。我们真的需要这些准备活动吗？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完美无摩擦的工具吗？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前人总结过好的不会踩坑路线图吗？在我的身上就是，我真的需要一个逻辑无漏洞、无法被反驳的视频吗？